他是羸弱的凡人之躯，却能轻松打败强大的恶魔。假扮牧师的康斯坦丁为新人祈福祝愿，在他的指示下，三人一同吟唱圣经的段落。然而没过多久，老黑突感一阵恶心呕吐，缓过劲的他谎称吃得太饱，有点不适。公主表情严肃，无声地斥责老黑的不正经。可随着康斯坦丁不断的吟唱，躬身张嘴的老黑目眶欲裂，狰狞的表情诉说着自身莫大承受的痛苦。下一刻，扬起脖子的他浑身战栗，突然间乌黑的大手从他的口腔钻出，泣不成声的老黑强忍着手臂带来的剧痛，紧接着再度从嘴里钻出一只手，双手猛地脑袋用力一拍，如爆裂的西瓜被轻松拍碎成一堆肉酱。原来公主的伴侣早已被恶魔占据身躯，而恶魔来到人间的目的是为了带走公主。满头脏辫的恶魔对于康斯坦丁不屑一顾，却完全低估他身为驱魔人的实力。而就在恶魔与康斯坦丁对峙期间，恶魔看到了神情冷傲的墨菲斯，他向恶魔问及有关头盔的下落。恶魔借此为要挟，并提出条件，不仅要带走公主，还需要墨菲斯出手制止康斯坦丁驱赶自己回到地狱。墨菲斯出声劝阻他，但康斯坦丁不为所动，继续吟唱驱魔咒语。这里是纽约水牛城的特殊监狱，拥有强大法力的约翰被囚禁在此。对于母亲艾瑟尔的种种谎言，他无情揭穿母亲这些年东奔西跑的缘由，是为了躲避睡魔的追捕，也是为了躲避巫师罗格斯的追杀。要是艾瑟尔想知道红宝石的下落，就必须把所有事情的真相说出来。梦境中他是康斯坦丁的完美伴侣，现实世界却是一副病恹恹的模样。梦之王墨菲斯向康斯坦丁质问沙袋的下落，告诉他沙袋关乎梦境，一旦梦境消失，人类也即将灭亡。可康斯坦丁看不惯墨菲斯发号施令的高冷姿态，也不愿吐露沙袋所在，于是谎称自己早已经将沙袋忘了放在哪里，随即将话题调转到一旁的乌鸦身上，询问他是不是跟随墨菲斯而来。一头雾水的墨菲斯徐徐走向乌鸦，询问他的名字，质疑他的由来。当得知是女管家派来的信时，墨菲斯表示自己不需要乌鸦跟随。可一转眼，康斯坦丁便消失了踪迹。另一方面，伫立街头的墨菲斯陷入沉思，乌鸦坦言自己能帮忙找到康斯坦丁。如今已是深夜时分，身为梦之王，墨菲斯决定潜入梦境查找他的藏身地点。墨菲斯潜入康斯坦丁的梦境，了解他的心魔所在，表示愿意为他驱散噩梦。作为交换条件，心领神会的康斯坦丁欣然答应，愿意帮忙找出沙袋。久别重逢的情人瑞秋面露柔情，诉说着对康斯坦丁的情深似海，诉说着那段在他消失的岁月里那种难以名状的羁绊与思念。下一刻，他的脸颊化作风吹的沙粒，随着墨菲斯的到来，彻底烟消云散。康斯坦丁难以置信地看着墨菲斯，墨菲斯告诉他，这一切都是沙袋缔造的梦境。他不愿相信墨菲斯说的话，转过身闯入屋内，直到他目睹了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瑞秋，这才确信墨菲斯说的都是真的。沙袋赐予拥有者无尽的永生，却也让他们沉溺梦境，久久不能醒来。墨菲斯不顾瑞秋的苦苦哀求，夺走沙袋。康斯坦丁不忍昔日爱人即将离开人世，走得如此痛苦，于是祈求墨菲斯出手，让他不带遗憾的离开。墨菲斯答应了他的祈求，从沙袋取出一捧黄沙，浇在瑞秋的脸上。瑞秋回归梦境，只见清风吹拂着繁密的绿叶，昔日恋人的面孔近在眼前，两人含情脉脉地看着对方，相视一笑，万千柔情尽在不言中。瑞秋的脸上泛起满足的微笑，在甜蜜的睡梦中走向生命的尽头。另一方面，艾瑟尔交给约翰恶魔法器，约翰误以为自己得到后会落到瞬间灰飞烟灭的惨状，于是挥手拒绝。艾瑟尔却告诉恶魔法器让约翰永生，其蕴含的强大法力足以媲美红宝石，而起初这份礼物就是要送给他的。约翰看着母亲诚恳的眼神接下法器，母亲艾瑟尔不再受到法器的庇护，皮肤的状态逐渐变得衰老松弛。在即将离开人世的瞬息，艾瑟尔颤颤巍巍地告诉约翰，将红宝石交还给梦之王，恶魔法器会庇佑他的平安。约翰大声叫唤着守卫寻求帮助，最终艾瑟尔还是倒在了约翰的怀里。闻声赶来的守卫看到衰老的艾瑟尔，误以为约翰施展巫术谋害了他的性命，于是举枪警告他后退。然而母亲的死已经让他没有了牵挂，他决定逃离这里，去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。身穿单衣的他伫立在冷清的街头，此时身后却传来了梦魇的声音。